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imputation methods for missing data，也就是缺漏资料的补值方法。换句话说，就是在一个 dataset 里面，如果有一些值你原来就 missing 就不见了，那你怎么样把它补回来？那我们才能用正常 machine learning 的方法来进行建模以及测试。那 missing data 呢，我们中文翻成缺漏资料，有时候又写成 missing value，就是缺漏值哦。那这意思都是一样，就是资料不见了，我们要怎么把它补回来？那在这份投影片里面呢，我们会讲到 missing data 的 imputation 的方法哦，包含一个是最简单的 simple method 啊，包含一个比较复杂的 mice method。哦，通常我们把这个资料呢，我们现在对主要的资料呢就是 structure data。那 structure data 呢，我就可以把它表示成一个矩阵。那这矩阵呢，最主要有两部分所组成哦，一部分是我的 feature matrix，那还有我的 class label 哦，所以你给它看成左边这个图，这边呢上面呢上半部呢就是一个 feature matrix，那 feature matrix 呢，你可以想象是一个 D 乘 N 的矩阵，那 D 就代表维度哦，在这里维度呢是等于6，那 N 呢代表资料的个数，我们 N 呢通常都讲成是 I/O pairs 哦，就是它资料总共有几笔哦，那在这里呢 N 是等于10笔。然后最后一横列呢是我的 class label，就是说我总共每一笔资料呢，它的类别分别是什么？哦，所以在这里呢，在这个案例里面呢，类别呢最大类别个数是等于3，所以这边的值呢是介于1和3中间。哦，换句话讲，如果我们上面看一个横列的话，比如说这个横列，它是对于某一个特定的 feature。哦，那如果是看一直行的话，比如说这个一直行，代表说这是某一个特定的 I/O pairs。那所谓的 I 就是 input，input 是前面这些是 input。那 O 呢就是这个 ground truth 它的 design 的 output。好，那这样的表示方式呢，我们叫做 column measure，因为我们通常对资料进行处理的单位呢，就是一笔资料或是一个 I/O pair。所以呢，这样的方式呢，我们是假设说这样的一笔资料它是放在连续的记忆体空间，但这个对人来讲比较不直觉哦，所以这样的 matrix 的data 的 formula 呢，其实也不是每一种每一个 textbook 讲法都一样哦，有的是把它翻过来，那翻过来就变成每一笔资料是在这里，这是一笔资料，这是第二笔资料，这是第三笔资料，那第一笔资料对应的 output 就写在这里哦，那像这样的方式就叫 row major。那 row major 的方式呢是好处呢是比较符合人的直觉，人都是这样一笔资料一笔资料在看哦。那但是我如果写 color major 的话是比较符合数学家的 convention 哦，因为在数学里面我们通常把一笔资料呢就看成是一个向量，那一个向量呢就通常是 by default 就是一个 column vector。所以这只是让各位同学知道说，这个它的 format 长得是什么样子，后面会比较容易解释。所以后面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看到我这样的一个矩阵，那你就要知道说，每一个横列是一个 feature，每一个直行代表一个 I/O pair。那在这里又讲到说，它的 class size ratio 指的是说，它3个类别的比例哦，分别刚好在我们这里的第一类有3个，第二类有5个，第三类有2个，所以它的 class size 的 ratio 呢就是3:5:2。好，那 dataset 你一拿到一个 dataset 呢，通常它有一些呃异常的情况呢，你要先能够把它侦测出来。哦，第一种异常的情况呢，就是你有 outlier。哦，那你希望能够进行 outlier detection。什么叫 outlier 呢？就是你根本就是资料记录错误，或是某一次量测呢，它资料偏离非常远。好，那一个简单的范例呢，就是你可以经由你的 domain know-how 把 outlier 把它去掉。
譬如说在一个医院里，你量这个病人的体温，结果记录是364度，所以很明显你就知道说这不可能的温度哦，这个标准正确的值应该是36.4度才会比较合理，就是你漏掉了一个小数点在这里。哦，那你可以使用 box plot 哦，把它的 histogram 把它画出来，那知道它的1/4位数、3/4位数等等，就可以看出来哪一些是离群值特别远。那你也可以使用所谓的 multiple machine learning method。哦，就是说你有很多不同的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哦，那你可以 perform 所谓的 leave one out test。那假设有一笔资料呢，在5个 ML model 里面呢，全部都分错了，那你就可以认真考虑说，哎，这一点是不是所谓的 outlier？它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个 data set 里面。当然做这件事情是要特别小心，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有 domain know-how。如果你没有 domain know-how，直接很粗暴的把资料拿掉，那这样其实是对于 machine learning 来讲就少了一些 information。好，那再过来还有另外其他 type 的 anomaly 呢？还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异常状况呢？哦，第一种异常状况呢，就是假设有2个 vector，2个 IO pairs，它们的 class 是不一样，属于不同的类别，但是呢，它所有的 feature 都一样，the same feature vector，哎，这就表示有问题哦，表示 inconclusive 哦，你根本就没办法判断，给你前面同样的 feature vector，有时候 class 是 A，有时候 class 是 B，那你这是不是表示资料有问题，或是你的 feature 不够多？那甚至如果同样的 feature 下面你也有同样的 output，那这个也有点怪，等于说2笔资料一模一样，那这个是你要砍掉1笔呢，还是要做什么样的处理？好，然后有时候呢是一个 feature 呢，从头到尾它的值都一样哦。如果值都一样，如果在这个 data set 里面这个 feature 值都完全一模一样，那表示这个 feature 根本就没有鉴别的能力哦，它不足以拿来预测 output 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把它 delete 掉。好，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 feature 的值呢，在某一个特定的类别里面，它的值都一样，那这样有时候也会发生问题。哦，比如说，如果你用 naive Bayes classifier，你在算它的 sigma 的时候，算它的 standard deviation，就发觉 standard deviation 等于0，哦，它没有 deviation，那这时候你再计算 naive Bayes classifier，就会发生除以0的问题。哦，这个 y 同学们可以自己去算一遍试看看。所以其实拿到资料以后有很多要处理的步骤哦，那这一部分呢都叫做 data cleansing 哦，或者写 data cleansing 哦，属于资料清理的一部分。好，那再过来，假设资料里面本来就有一些值不见了，或是你觉得是 outlier，哦，有几个 feature 你觉得是 outlier，你把它拿掉了，那假设资料很珍贵，那你怎么样把它补回来？那这个叫 imputation，把资料缺漏的资料要把它补回来。哦，那第一种呢叫 simple imputation，哦，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哦，对于 categorical feature，哦，就是类别性的资料。哦，所谓的类别性的资料呢，就是它没有顺序的关系。哦，比如说男生跟女生，这就是类别性的资料。或者是晴天、阴天、雨天，这个也是属于类别性的资料。哦，那类别性资料呢，你就可以取 mode。哦，假设有某一个点，比如说你这边发生了 missing value，你就可以看其他的 feature。哦，比如说同一个 feature 里面其他的词，你可以取它的 mode。那 mode 的意思就是出现最多次的 label 叫做 mode。哦，那事实上呢，这 mode 有时候也不见得很好。如果说你这个虽然是 categorical feature，它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顺序的关系，那你可以取 median。好，那另外一种情况呢，是你碰到 numerical feature，就是数值性的资料。哦，同样的，比如说在这里这个值不见了，那我可以取这边的剩下值的 median，
或是 mean。哦 mean 就是平均值的意思，你可以算其他 feature 的平均值，或者取它的中位数来补这个missing value、missing data。哦，那各有什么好处呢？通常呢，我们会取用 median 比较多，因为 mean 有一个缺点哦，mean 很容易受到这个极端值的影响。哦，这个极端值呢，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有一个问卷，请你填你的 income，你的收入是多少？那有时候有的人为了不想让别人知道 income 是多少，然后就把它空下来了。那空下来之后，你就想说啊，我不知道这个人 income 是多少，那我就把其他人的所有的拿来做平均。但是 income 事实上这个收入呢，事实上是会高低差很远哦。比如说中间有一个 Bill Gates 在里面。哦，那你就发觉整个值都被拉得很高，所以你算平均数是不合理的。哦，所以这时候是用 median 会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结果。哦，那这种 simple imputation 呢，它的好处跟坏处是什么呢？好处是很快哦，你很快就可以算得出来哦，而且你资料本身呢，你不会增加新资料，也不会也不会删除资料哦。那坏处呢，是你没有考虑到 feature 跟 feature 中间有 correlation， 有一些关系存在哦。比如说我们要 impute 这个 income， 假设一个少年人只有20岁，那他的 income 这个栏位不见了，你要怎么把这 income 补回来？哦，你这样可以把所有的人全部抓进来，然后算他的 median。哦，那这当然是不好的一个做法，因为这些人可能有的50、60岁、70岁都是企业主，那他的 income 就非常高。哦，那所以你应该做的是20岁嘛，可能还在念大学，那你应该找同样大概是20岁的人，然后把他们 income 做平均，或是取 median，然后再把它塞进来。哦，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考虑到 correlation，就是这些你要补的值和其他的 feature 中间的关系，把它考虑进来，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就可以发展出一个叫 extended simple imputation。哦，简单的说呢，就是 imputation based on similar data group。哦，你就可以找到另外一个 feature，那在这个 feature 里面，同样比较近的这些资料，你再把它抓进来做平均或是取 median。哦，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哦 income，你要抓某一个人 income，哦这个人只有20岁或者只有15岁，那我就把比如说他只有20岁，你就把18岁到22岁的这些人全部抓进来，然后求平均或者求 median。所以这就是这个 imputation 是 based on similar age 的 group。那另外一个例子，假设说有一个人的高度不见了，在医院里面你要量身高体重，高度不见了，那我可以简单抓说，好，那这个人可能是男生或是女生，就是看他另外一个 feature，那我就抓所有男生的平均，或是所有女生的平均，那这样的话也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哦，那当然这里只抓性别也是不太对，因为人的高度跟着年纪有关系，所以你抓性别、抓年纪，这样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是你如果要能够这样做的话，就是你的 data set 要够大，因为你抓的 feature 越细的话，你这个group 呢就会越来越小。哦，那你不希望 group 太小，那所以就要小心说你这个 similar data 的 group 呢，你到底要怎么去界定它？好，那刚刚讲的是 simple method 哦，或是一个 extended simple method，但是比较复杂的方法呢叫 mice。MICE 全名呢叫做 Multiple Imputation by Trained Equation。听起来很复杂，但是其实概念其实是相当简单。哦，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我们用一个 Simple Imputation 把每一个缺漏值呢全部都把它补起来。哦，这就是第一轮回 at the beginning。哦，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补起来。那接着呢，我就开始要精进。那精进的意思是说，对于每一个 missing value 呢，我要开始进行 imputation。哦，那其实你就看你这个缺漏值呢，如果它是
categorical feature 就是类别式的资料，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分类的问题啊，就是其他资料都有了，但是你不晓得这个缺漏值它是属于它的值应该是什么，它应该是属于哪一类，那你就把它进行分类就可以了。那如果是 numerical feature，也是一样，假设说你要做 regression，其他的资料都有了，但是就这一笔资料的这个 feature，你不知道它的值应该多少，那你就是进行 regression，然后去测试它的结果。那你可以重复一再做这个事情哦。假设有10个 missing value，你先做第一个，再做第二个，再做第三个，做到第10个以后，可以再绕回来，再做第一个，再做第二个，再做第三个。那如此 repeat 直到结束哦。比如说在这个范例里面，我们先把它补一个基本值上去哦，比如说补一个基本值都补上去，假设都有值了哦。那首先你要补这个值，你就利用其他资料，有没有其他的 data 都有了？那请问如果是类别性的资料，它的类别应该是多少？把它塞进去，那再过来再做第二个缺漏值在这里，假设它是一个数值型的资料。然后你其他这边资料也有，这边资料也有，你就拿其他资料当做 training data， 哦，建出一个模型出来，然后把它补出来。假设这边是你要的 output， 那看它的值是多少哦。那我刚刚讲这是一个 numerical data，numerical feature， 也可以做 regression 的方式。那通常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linear regression。那同样的再过来做这一笔，再做这一笔，再做这一笔，做完以后呢，你必须再回来一遍。必须再从这里从头开始，因为这几个值都变掉了，都变了，所以你从这里再补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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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必要再回来，再绕回来，再补一次，再补一次，我现在一路补下去，直到怎样？直到 convergence， 直到它的值不太会有变化。哦，那这个做法呢，你可以想象呢。它是非常慢，因为 iterative 反复在进行当中哦，要补好几次。那好处是说呢，这个只是一个概念哦，不管你要做 classification 或是 regression， 你可以任选一个简单的分类器，或者任选一个简单的回归的方式，那就可以开始进行。哦，那因为它本来就慢，所以你的分类器也可以也就是要选一个简单的分类器。那 regressor 通常是直接选 linear regressor 来进行，这样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哦，那要注意的是说，这边是 for training set only 哦，因为你都反复的你要补一个值，你要补这个值，你要看其他的资料，所以假设其他的资料都 available， 都立刻能够让你看得到，那这通常就只有在 training set 里面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如果碰到 test set 或是 validation set 要怎么进行呢？我们后面马上会看到。好，这边就开始来讲说你是有 missing data 了。好，那你要把 test data 或是 validation 丢进去，你要怎么做 evaluation？我这边要特别小心，其实不是你想的那么 straightforward 哦。那我们直接看这个范例可能会比较清楚好了。假设有一笔资料哦，这笔资料是我的 test input。test input 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要做 evaluation， 我并不知道它的 class 的 label 或是国王数是多少，我并不知道。那好，要开始做 evaluation 的时候，假设你的 training data 你先把它都补好了，所以 training data 那边已经把模型全部都建好了哦。那你可以先假设这边总共有3类，所以你把这个资料呢，把这 duplicate 变成3笔哦。假设它可能是属于第一笔资料，第一类资料，也可能属于第2类资料，也可能属于第3类资料。我们先假设有这几种可能，那我要分别评估它属于第1类、第2类、第3类，它的几率各有多高哦。那接着呢，因为我的 training data 已经有了嘛，那我就可以进行 impute。把东西塞进去，有没有？这边就塞进来，全部都有值的，全部都塞进来有值的，哦，那这边就变成完整的资料，哦，你的 training data， 哦 ，training data 没有显示在这里，training data 也都是你把它补值都补好了，然后你的 test input 也都补值都补好，只是这时候变出3份出来，3个 test input， 那接着呢，你就可以假设说，好，它是属于第一类，哦，我说 V1。它属于第一类，我就可以算出 V1 属于第一类的真正几率有多高哦。那这是 V2，V2 是属于第2类。
那我就可以算出 V2 真正属于第二类的几率有多高。那 V3 呢是属于第三类，我也可以算出 V3 属于第三类的几率有多高。哦，可能是几率，可能是 likelihood，哦，都可以。哦，我只是算出来它们分别属于每一类的 likelihood 或是几率有多高。那这时候我要算，最后我要决定它的类别嘛。那类别就是从这个 pi 里面选出哦 maxima 是对 i 来讲，选出最大的那个值。那看最大的那个值 i 是等于是多少，我就认定它是属于哪一类。哦，那写的比较清楚一点，这个 p1 呢应该是比如说 probability 属于第一类的几率有多高，那 P2 就是 probability 或是 likelihood，V2 属于第二类的几率有多高，那 P3 就是 probability 属于第三类的几率有多高。那在这三个值里面，你再求取一个最大值，那看最大值发生的是哪一个类别，你就判定说原先的 test input 是属于哪一个类别。哦，所以这个做法呢有点 tricky。哦，你就要先假设它是属于哪一类，然后再去验证它属于这一类的几率有多高。哦，那这个方法呢是我想出来比较合理的方式。哦，那同学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 textbook 说到这一段。哦，我的印象中好像很少在说明这个细节，那这就是各位要小心的地方。那在进行 cross validation 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哦，特别小心就是不要弄错了。哦，不要弄错了，不要把 missing data 搅在里面，然后整个弄错之后算出来都会让你的这个 cross validation 呢会过于乐观，算出来的比如说 accuracy 都会变成比较高。哦，好，假设有一组 data set 长得是这个样子，跟以前一样。哦，然后你要进行 cross validation，假设我们用 leave one out 好了，就是要进行 leave one out 的 cross validation。哦，那第一种方式呢是比较近似的方法。哦，就是比较快，比较得到一个近似解。哦，其实但是做法很简单呢，我就是说把这个 missing data 都进行 impute，把它塞进去，把值全部算出来。哦，所以你可以做简单的median 或是 mean，那你可以进行 mice，然后不管怎么做呢，把这资料塞进去之后，哎，你就可以有完整的一个 data set。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直接 perform leave one out cross validation。哦，你的想法说，哎，很简单啊，对吧？我把它补齐了，然后我再来做这个 leave one out cross validation。但这样做是错的，为什么错呢？哦，你在补这个值的时候，你是看到了所有的资料。哦，你在补这个值的时候，你也看到了所有的其他资料。哦，所以整个过程中呢，你就这不符合 leave one out 的精神。哦，你就三步时就看到全部所有的资料，所以导致它补出来的值呢会太好。哦，那我们来看看真正的方法是什么呢？真正方法呢，像 exact method 呢，就是必须非常小心。第一个呢是把这个 hide 起来。哦，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leave one out cross validation，把这个全部把这盖起来，盖牌不让你看到。啊，这边可以进行任何补值，你要怎么补值都可以。补完以后再把这一笔丢进去做 evaluation。哦，又剩由这个你这个盖起来的资料这里呢是完全不能给让其他资料看到，让你的 model 看到。哦，所以再用其他这边建出一个 model 出来。那当然你要建 model 之前你也要补值嘛，然后再把这笔丢进去。哦，那同样的，譬如说你把这一笔盖起来了，这笔盖起来，所以这边呢，这笔资料完全不能给其他资料看到，然后把剩下的资料进行完整的补值。哦，所以在补值过程中，他完全看不到这一笔资料。哦，那补完了之后呢，你要把这笔资料再丢进去做 evaluation 的时候，哎，同样它有 missing value 啊，有 missing data 在这里，所以它也要进行一次补值。那就是我们用前面讲的方法进行补值，然后才可以知道它最后算出来的类别是什么。
哦，所以这整个过程呢，我就写在这里哦。那但是这概念很简单，但是真正要执行的时候，常常会做错哦。很多人就想说，好，我就用一个方法把它值补完了，我去算 leave one out cross validation 哦。但是这样做是很快，但是是不完全正确。那必须这样做才正确。那这样做才正确，你就知道说它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哦。好，那这个细节呢，同学可以去想象模拟一下，就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差异。那另外一种做法呢，假设这个 missing data 的 ratio 它的比例呢非常高，而且 dataset 也非常大，大的意思是说可能维度非常高，或是资料笔数非常高。那我们能不能把一些包含 missing data 比较多的 feature 是直接把它砍掉了哦，或是砍掉它的 data pair？那这样的话就是让整体的资料品质会好一点，因为我假设前提是 dataset 很大嘛。那很大，你就是可以把一个 feature 砍掉，或是几笔资料把它砍掉，然后让 missing data ratio 能够降下来。哦，我们看一个例子哦，比如说看这样的一个 data set，你可以发觉，哎，这两个 feature 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哦，常常量不到资料哦，所以我只把这两个 feature 都砍了，那是不是剩下就我只要补少数的几个值就可以了？哦，那第二种情况呢是说，哎，这这两笔资料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都量不到资料哦，那我可以简单把它们都砍掉，不要了，那我只要进行补值，只要进行补这几个值就可以了哦。所以呢，你可以做什么事呢？你可以画出来 missing data ratio 对于 feature 的图哦，就是等于说计算每一个 feature 哦，在这里它的 missing data ratio 有多大？比如说我都画在这里，这边有6个 feature 嘛，哦，这边 mini data feature 很少，这边很少，很少，很少，这边突然哦变很高，这边又突然哦变很高，那你就知道说哦，这两个 feature 可能是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把它砍掉哦。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对资料的笔数画图哦，比如说在这里，你是画 missing data ratio 哦，在这里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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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哇，它的 ratio 变很高。接近于1哦，这边也会变很高，接近于1，那你知道说这两笔资料可能你可以把它砍掉哦。那这个是一个比较 heuristic、比较直觉的做法哦。那完整的做法呢，应该是说哦given 一个 n 哦，比如说 n 等于10，n 等于10的意思呢，就是你怎么样砍掉这 n 个 feature，把这 n 个 feature 把它砍掉。然后期望呢，砍掉这 n 个 feature 之后呢，剩下的 overall 的missing data ratio 能够越低越好，或是我这边用另外一种讲法，叫做 overall 的 regular data ratio 要越大越好。哦，那 n 可能等于10，或是等于15，或是等于20，或等于100。哦，假设 n 等于100，你就是要砍掉100个 feature，或是100个 IO pair 哦，你可以决定看是 feature 或是 IO pair。那砍完之后，希望这个 overall 的 regular data ratio 要越高越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演算法里面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叫 maximum coverage problem。哦，就是说你到底要选用哪几个 feature，然后能够 cover 到最多的特性。哦，那这个方法呢，这个概念呢，跟这个我们这个要砍掉 feature 的概念呢，跟这 maximum coverage problem 很接近。哦，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heuristic 的方式哦，用一些 greedy 的方式来决定我到底要砍掉哪些 feature，或是要保留哪些 feature。哦，那这个细节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maximum coverage problem 哦。我如果没记错，这个问题并不是好解的问题，所以你通常就用一个 greedy 的 search 就可以找出来你要砍掉哪些 feature，或是保留哪些 feature，能够让 overall 的 regular data ratio 能够越高越好。哦，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直接我就把它砍了，哦，我就不用去补值，哦，或者只要补少数的值，这样就省掉很多事情。但前提是你的 data set 要够大。如果你 data set 本来就不够大，你把它砍掉，那就很可惜。好，再过来是简单的 summary 哦。所以
这个 missing data interpretation 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工作，因为你只要牵涉到 real world data set， 实际世界中产生的资料，就有一大堆 missing data， 有的 missing 会一塌糊涂。那你在这个整理资料呢，这是 an important first step， 就是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刚刚讲过对于缺漏值可能是如果是类别性，你可以取 mode， 那如果是数值性，你可以取median 或是 mean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mice， 那 mice 的意思呢，我们就是可以用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不管是 classification 还是 regression 来补这个缺漏值。那把它补完以后，你最后才可以 ready for final machine learning test。最后的方式资料都补全了，你才能够进行最后的完整的 machine learning 的建模和测试。那在测试方面也要特别小心这个 evaluation of test input with missing data， 它不是非常 straightforward， 你要假设它分别属于每一类，然后再去评估属于每一类的几率有多高。那这个想法呢，可能还可以把它延伸的更深一点、更广一点，让它更完整。那剩下部分就让同学想看看怎么样要把它补起来，让它看起来更完整。好，那今天这个有关于这个主题的说明，我们就到这里。